很多媒体学者他们都会主张说，当我们由权贵或者是政党在一个媒体机构上持最大的股份的时候，会引起很多隐忧。但我自身的经历，曾经有建筑地发生倒塌事件，然后有移工当场丧命了。那时候我是意外记者嘛，那我就去采访，然后采访的时候我就回来报告说，我们有发生这样的事，我想要写。然后我的主编他就说，等一下，我先去打个电话，我去问一下发展商是谁。好像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呢，我主编就出来说，那新闻不用写。我说为什么？就是倒塌事件，然后有人就是伤亡这样子。说这个发展商是我们老板的朋友。就希望把那个事情盖下来。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当财团他拥有媒体的时候，他必定就是会在这个新闻自由上面去做出某一些的牺牲啊。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自由时事。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聊的课题是从528报商来反思大马的媒体环境的困境。那么其实说到了这个528的报商呢，我们也可以来回顾一下历史究竟这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事情呢？也就是在2001年的5月28号，马华工会旗下的这个投资臂膀，也就是华人控股呢，就宣布要收购南洋报业集团。那同时这个举动呢，不仅让他将这个南洋商报还有中国报这两大报收入囊中，同时他也掌控了10多种的中文期刊。那么当时呢，华社的反应是一片的哗然啊，反对的声音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全国各地都爆发了抗议的浪潮。那华社就担忧呢，这个政党收购媒体呢，其实是会影响新闻自由的啊。那么就连马华党内也有两把对立的声音，不一样的意见。后来在2006年的时候呢，马华把手上21.02%的这个南洋报业的股份就转卖给了新洲日报的大股东张晓清。那么自此呢，这个南洋商报、中国报、新洲日报还有光明日报4大报成为一家，隶属于世界华人媒体集团的旗下啊。那么其实这个报商它已经过去了20余年啊，究竟这个垄断媒体对于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呢，是否是真的有影响呢？而政府还有法令对于媒体的控制以及压抑，是否才是当今我们应该要去关注的课题呢？那作为大众，我们又应该要如何来提升自己的这个媒体识读的能力？那么今天呢，很高兴我们再次请回了我们这个五伦公大学的这个新闻系讲师许君毅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新闻自由跟媒体识读。欢迎老师。大家好。是。好，其实老师，今天找你来聊报商，其实主要的目的呢，是因为我更想要聊的一个主题是媒体识读。那我最近也看到老师你在不断的在推广关于媒体识读的这个部分啊。对。那在聊媒体识读之前，我们先来聊一下报商好了啦。就是很多人就会认为说，过去这个华人非常瞩目的这个报商日啊，它可能比较受到大家去思考或者是关注的议题，就是当大集团它去垄断了媒体的时候，那它会不会就真的去垄断了整个的舆论的导向，以及去垄断了整个华人社会里头的这个新闻自由啊？那其实我们看到过去其实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理论啊，就是有提到说，其实这个媒体的报道是会被这个拥有者，就是媒体拥有者所影响的。但是你觉得根据你自己的观察，你觉得这样子的现象真的是有出现在马来西亚吗？就是说，当某个集团它去垄断了这么多的这个中文媒体的时候，其实它真的是有垄断了整个的舆论吗？这个现象，我觉得用逻辑来思考的话，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比如说你拥有了一个道具，你一定会想要使用它来符合你自己的便利嘛。那如果有一天我们有这样的资本，我们拥有一家媒体公司，那我同时也可能投资了其他的行业，出产了其他的产品，我当然是会很自然的想要说，我要用我旗下的媒体机构来宣传我的产品。那因为那个是非常方便的资源共享，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媒体学者他们都会主张说，媒体垄断或者是当我们由权贵
或者是政党在马来西亚的情况下，当政党直接拥有或者是持股在一个媒体机构上持最大的股份的时候，会引起很多的那个隐忧，这个是正常的。是，但是隐忧是一方面嘛。但其实过去其实有一些朋友他也认为说，很像这个中文媒体，很像还是保持了它的一些所谓的独立性或者是中立性啊。这个会不会其实是发自这个媒体从业人员自己的良心呢？如果说按照一些过去的案例来看，如果说有一些中文媒体，他们可能在这个结构上的持有权是和一些政党有关系的话，如果我们深入的去观察，我们就不难发现说，当出现某某政党他们发生了党争的话，我们会很容易看得出来，某些报章他们是会秉持某一定的那个立场去支持他们的那个党派，所以如果说完全中立的话，其实也蛮难做到的。对，是我觉得那个课题或者是整个的舆论，它可能会因为着这个老板他的自身的利益，只要有涉及到老板的利益的话呢，你就会看到说那个立场是非常的鲜明的。对，但是对于某些课题，它只要是不涉及到这个媒体拥有者老板他自身的利益的话，你就会看到可能新闻从业人员、记者啦，或者是媒体人就会下笔下的比较自由一些啊。对，因为他可能在这个利益冲突上他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我们也要就是记得一件事，就是政党呢，他可能没有党争，他也可能没有争议，但他有很多朋友，他的朋友可能是发展商，他朋友可能是一些大资本家或者是一些大机构。是，那我曾经也当过记者，那我从事哪一个报章我就先不提，但我自身的经历曾经有经历过，就是我们内部的新闻就是被操控的时候呢，比如说有一个建筑地它发生倒塌事件，然后有移工在那个当场丧命了。但是呢，那时候我是意外记者嘛，那我就去采访，然后采访的时候我就回来报告说，我们有发生这样的事，我想要写。然后我的主编他就说，等一下，我先去打个电话，我去问一下发展商是谁。然后好像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呢，我主编就出来说，那新闻不用写。我说为什么？就是倒塌事件，然后有人就是伤亡这样子。他说这个发展商是我们老板的朋友，就希望把那个事情盖下来，说不要得罪，写一些对朋友不好的一些内容。所以这种事情，我相信到目前为止，在当今的这个时代，都还是会发生的。我相信现在如果有这个新闻从业人员、记者在听这个节目的话，可能还是依然就是心有戚戚焉啊，觉得说这个大家都很能够产生共鸣。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当财团他拥有媒体的时候，他必定就是会在这个新闻自由上面去做出某一些的牺牲啊。对，但是当我们就是提到说，某一个财团或者是某一个政党，他去垄断媒体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很多人其实一直在检视过去的这一段历史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讨论很多都是在讨论说当初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更多的向前看，就是说对我们曾经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但是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我觉得那个才是一个进步的讨论啦。对，那该怎么做呢？其实我们看到像台湾的例子啊，他们有在推行所谓的这个反媒体垄断法，但是其实他们也推得非常的辛苦因为其实这不是一件很容易做的事情。老师，你觉得其实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来往这个方面来思考，去推动相关的立法，来去禁止媒体垄断的状况呢？我觉得当我们思考说要不要立法来反垄断这件事情的之前呢，我们可能要先检视一下我们现在的媒体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那可能现在他们媒体最大的问题其实可能已经不是单单说那个股权持有者或者是你的老板是谁然后一直在操控你。我觉得他们现在面对更大的问题可能是内容市场上面的竞争，包括说来自自媒体网红方面的流量方面的思考，然后还有就是整个媒体的行业到底能不能很健康的走下去。
那这个当然垄断者他们也是要思考的，因为这些都是出自于那个市场考量。那我今天收购了一家媒体公司，我当然是希望它可以为我带来利益。那所以如果说在这样的循环的情况下，可能垄断者就会觉得说，这家媒体公司没有办法帮我赚钱的时候，我是不是要止损？那可能就会看到说，有些大财团他们就会止损说，我脱售，或者是我就转移到给别的公司。那在这样的这个不稳定的情况下，它是影响到新闻从业员的那个生活生计。那可能久而久之，大家就会觉得说，如果你不想要当记者，你就读多一点书，有这样子的一句话，对吗？所以它变成说是一个很恶性的循环。那记者可能久而久之就变成不是一个令人崇尚的一个行业。那大家可能年轻人都会说，我不如自己当个自媒体，我自己做独立内容创作者。那如果谈到说这样的情况下，看起来好像很百花齐放，读者、观众、听众有很多的选择，我很多串流平台，我很多 YouTube channel 可以选择。但如果你说自媒体它真的是有那个自主权去决定自己的创作内容是否会有流量啊，为它带来这个收入吗？又不一定。因为串流平台 YouTube 这样的这些平台，科技平台，他们有自己的演算法，那你的内容是否符合当下的那个演算法的那个运作又是另外一回事。这个是我们可控性是不大的，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当传统媒体他们可能面对的问题不只是说垄断这件事，而是说在垄断的这样糟糕的情况下，他们如何生存下来。所以我是觉得说反垄断法令有必要吗？如果说在马来西亚的角度来看，我的个人的立场是说，我们已经太多法令了。然后可能我们可以考虑的是修订现在的一个现有的法令，比如说我们有这个2010年的那个竞争法，可能我们国会或者是当权者他们可能可以修订这个法令，来就是限制说一个大财团同时拥有数家媒体公司，以垂直的那个方式也好，或者是以那个其他的方式来好去拥有这些太多的媒体公司，可能还是不健康的。那如果说要重新推出新的法令，那可能又会造成另外一个非常压迫的环境。我觉得了解。老师，我同意你说的，因为其实现在传统媒体它要面对的竞争是很大，特别是来自自媒体的竞争，而且自媒体很像它所受到的这个政府法令的约束又没有传统媒体来的这么多啊，所以就感觉上，如果我们不是用法律去来让这个环境媒体的这个发展变得更加的就是可以去公正的报道的话，那是不是可以从阅听者的角度呢？比如说当初即使这个报商发生了之后，当然华社是一片的愤慨哦，但是后来我们也没有看到说华社有去抵制相关的集团啊，他们到现在还是活得好好的啊，就是似乎其实我们也很难从阅听者或者是市场的角度来对于媒体的不公正报道来去做出任何的制衡，就很像是我们常常都会骂媒体，你们长久以来有很多偏颇的报道，但他们还是一样的卖得动广告，他们还是存活的好好的。这对于这样子的现象，其实我也觉得蛮有趣的，不知道老师你觉得呢？可能也很有趣，但也很懊恼，对吧？是。当时候其实抵制的那个，包括你刚才提的那个抗议的那个氛围，其实是很强烈的。如果我们当时候有看一些报道，相关的报道的时候，甚至有一群非常认真的评论员，中文评论员，由黄进发博士去领导的，他们也发动了一系列的罢笔的这个行动嘛。当然我们也看到说，当时候的那个社运分子啊。也有一些华团啊，教育学者，他们都很积极的去反抗，但可能那个反抗的那个力度是没有办法足以去阻止说当时候的那个收购的抉择。所以之后大家也就可能慢慢的，我觉得马来西亚可能我们都还蛮可以接受当下的窘境的吧。然后但是我们也看得出来，收购之后的那个
那个报章他们本身的定位，在社会上的定位和表现，其实也是有面对一些挑战的。可能现在比如说中国报，大家都觉得可能就是比较有趣的内容，比较有流量的内容会出现。那可能认真，老师的有趣是有打这个开关引号的，对，比较有趣的内容会出现在中国报。那可能在南洋商报，可能以前曾经是非常敢怒敢言的一个中文报章。那之后我们也看着它转型成为商业报。怎么说呢？不好的影响是会发生，然后反对的声浪也发生了。但是我们也看不出有你说的抵制，说罢买，我不看这2家报纸什么的。可能是当时候的情况，网络还没有很盛行嘛，可能当时候的那一代的乐听人，他们真的选择是有限的，那也无可奈何的一个局面。是，所以这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一个现实啦，就是说，其实我们既很难去从法律的这个角度给媒体更多的这个禁锢或者是钳制我们也不愿意看到这样子，但是我们似乎又是很难从这个市场的角度或者是以这个乐听众的这个角度来去驱逐这些劣币嘛，对不对？就是我们没有很像还蛮困难的，但是所以老师，我就觉得你在做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就是你现在在不断的在去鼓励媒体识读这件事情，似乎是不是真的是要让社会大众提高大家的媒体识读能力，我们才能够从市场的角度去来淘汰这些不良的媒体呢？几年前我们开始听到有假新闻这个名词，或者是说错误的资讯报道这样的时候，尤其是当然就是感谢于这个网络的盛行嘛，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就是成为这个内容创造者。你可能在街上拍了一个东西，你也没有去前面去问说你看到一群人打架，你也没有看说到底是谁打谁，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你就拍，然后你自己配上你自己的旁白，然后你就制造了一个故事出来。就是因为那个方便，网络科技提供给我们的方便，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记者，我们每个人都是乐听人，所以那个界限变得非常的模糊的时候呢，媒体速读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因为当你在制作内容，你在把东西放上网的时候，你没有那个认知去理解说我把这个东西不清不楚还没审核的东西就放上去，那个对社会的影响是会有多大。所以我们才开始发想说媒体识读是可能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必须要同时推行的一个东西。那我现在目前的那个专注的群体还停留在学生，那我们希望在今年的下半年有那个资助去推广媒体识读，然后推广给老年人，尤其是老年人已经还蛮常眼睛盯着手机的。我发现，我不知道今年新年大家有没有就是观察过自己家的长辈都一直在看手机，比起我们年轻人，所以可能就是乐龄人士的媒体识读也是可能相当的缺乏。那我就觉得说，当我们刚才讨论的报商也好，媒体垄断这个媒体整个机构它的结构是怎么样的时候，包括说我们在制造内容、分享资讯、发布这些视频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那个认知，有没有那个反思去思考说，我今天放这个东西我的目的是什么？又或者是媒体识读也涵盖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你有没有办法理解说我们今天做这样的一个访谈，它所涉及背后的时间、资源、人力，然后为什么这家媒体今天财经它今天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有没有办法理解？所以当理解了之后，我们的媒体素养、媒体识读有所提升的时候，那乐听人可能他就在做选择内容上，包括说付费，我们是不是要订阅某一些 podcast 平台，我们是不是要成为这个 YouTube 频道的这个订阅者，那他在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他可能比较有机会或者是有能力去选择优质的内容，因为他开始知道说可能有些网红他们的内容就是可能不符合
对于启迪名字这样的一个作用，或者是他知道说这个网红他是娱乐性质的，那一个网红时常说似是而非的事情，另外一个媒体他可能就是在做认真的那个内容，那我们有了这个媒体识读，乐听人他就在选择上他可能在市场上就开始有一些声音出来，那这样的一个循环是否可以鼓励我们这个新闻从业员或者是内容创造者，他能不能鼓励这一些做内容真正专职在做内容的人，有没有办法去看到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才开始认真的去做优质内容，而不是在做有趣的内容这样。了解。所以其实老师我刚刚有提到说淘汰一些不良的媒体嘛，但是我在老师这边听到的是鼓励。其实如果我们老是想着淘汰的话，可能就是真的还蛮血腥的啊。但是如何透过提升民众社会大众的这个媒体识读能力，鼓励媒体去制作优质的内容，这或许这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方式。而且媒体识读，老师我想要请教你，他其实我们常常在聊到媒体识读的时候，大家都在讲说如何去判别假新闻，或者是去了解媒体背后的机构的这个动机，或者是他的老板，然后可能去多方面的去搜集不同的新闻的面向，然后自己去做判读等等。对，但其实媒体识读它是不仅仅是仅限于这一些范畴的，对吗？对，它包括说制造内容方面，还有了解说每一个资讯它都可能不是中立的。了解，每一个人他在荧幕上发表的东西，他可能背后有他自己的议程。那是什么议程呢？那就你要有那个能力去做一个批判的思考，去考虑说今天这个 John Oliver 他为什么这样说，他背后有什么议程之类这样的一个思考。所以我们可能都要把每一个媒体呢，把它拟人化，就是这个人他其实他的思想是什么啊？这些媒体机构他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他的利益在哪里？对，我们才能够来判读说他说的这句话，他做的这个报道其实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形态啊？对。那么，其实老师你刚才有提到说，这个媒体识读现在你是在这个大学生当中来进行推广嘛，以后也会推广到给社会大众，甚至是老年人。你在推广媒体识读的整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我觉得最挑战的地方，最挑战可能就是先让大家知道说，我有需要接受这样的培训。我有需要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介绍，这样的一个媒体识读的介绍。会不会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这个不重要，会吗？以我目前的经验，大家都不会觉得说不重要，很少会有人说拒绝我们，他们都会可能说，比如说中学的老师，他们来接触我们的时候，他们说老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但我本身不会教，我觉得中学生缺乏这一方面的一些认知，所以当他们邀请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在接触这些中学生也好，大学生也好，他们可能起初前面的10分钟，他们觉得为什么我要来？为什么我要来这个地方？为什么我要听这样的讲座？为什么要出席这样的工作坊？但是可能我们在工作坊或者是在培训的时候，让他们去动手去审核假新闻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哦，原来这个媒体识读、媒体素养是那么的重要。只是说我们还停留在那个普及化的那个挑战，很多人没有这个概念，但当我们慢慢的介绍这样的概念的时候，他们是会接受的。是，了解。那其实很多人都会拿马来西亚跟先进国家比较啊，那比如说邻近的像是台湾啊、日本啊、韩国，然后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我们像老师讲的，我们还在普及的阶段，大家就觉得说蛮灰心的，怎么我们起步这么晚？但是我后来去看看台湾啊，其实很多台湾的新闻人，他们也觉得说，台湾的这个媒体识读也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他们可能也是在普及化的在走前面一点点而已，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不用太灰心了啊。对对，是，但是可能最近有一件事情大家有点小灰心的是，我们的这个新闻自由指数啊，这排名下降了啊，感觉上很像有一点被国际认证，我们是走前了2步，然后又后退了3步的感觉啊。对，好像在跳那个 tango。是。对，老师你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你当下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老实说，其实我不意外
OK， 因为如果从去年发布了说我们排名有很大的进步，大家可能非常的雀跃嘛。但之后看到一些部长的表现啊，或者是说如果观察之后的一些起诉案件啊，或者是部长经常对媒体放话啊的那些表现，就有预感说又好像有点在走倒退的那个路线啦。对，是。那老师你觉得我们被国际组织这样认证之后呢，其实我相信部长应该也蛮紧张。我从他这几天的这个在新闻当中的表述当中，因为很多人在骂嘛，所以他其实也是有出来在解释啊。不管他是不是紧张啦，但是我们对政府都是有一定的期许啦。对，老师你自己个人会期待说政府应该当下现在怎么样去做哪一些努力，好让我们明年在排名上面可以扳回一城。过去1年，我们都看到部长们时常都会不断的通过媒体去提醒我们马来西亚人说，不要说那么多话，或者是提醒说有一些敏感课题你最好还是避开。那如果你不避开的话，我们还是有这个法令，我们还是有一个非常方便的藤条，可以采取行动这样子。所以以我的观察，他们的这个表现或者是这样的一些言论，其实好像还继续在扮演大家长的这个角色。那他就会很方便嘛，很常我们用法令来威胁人民，就会觉得我们人民会怕，因为我真的会就是请这个执法单位来就是采取行动，甚至把你控上法庭这样。所以这个是倒退吗？我觉得是倒退，因为我们又在不断的允许那个政府去扩大他们那个管控我们的那个能力，甚至我们也让他们去执行这样的一个权利。所以那个倒退我觉得也是时候让当今的政府去思考说，当你在处理大家的所谓的言论自由的时候，你们自己本身的那个思考，你本身在允许人民去履行言论自由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用你的耳朵去聆听不同的声音？因为这个就是民主需要付出的代价嘛。当你让每个人有限定的一个自由的时候，那每个人都想说话，都有东西想要表达的时候，包括我们所谓的3R 敏感课题的时候，就是可能现在有一些人发表一些东西，政府就说你开始在你开始在煽动人民情绪了。那真正人民情绪有被煽动到吗？那就是另外一个课题。是我必须说有的时候是没有的，对啊，但是他们认为有啦。对对。但其实老师，你上次来节目当中，我们有谈到的议题，包括这个废除恶法啊，像通讯法233，或者是 SOSMA 等等，这些都是蛮钳制这个言论自由或者是新闻自由的一些恶法。对。那么其实当初呢，在选前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西蒙他是表示他有给出这样的承诺，说要来废除恶法，但选后呢，他说要来修改，但是到底现在修改的进度到哪里，我们也没有看到。然后承诺我们的这个媒体委员会成立，说去年5月份要成立，到现在也是一直卡着对，所以其实老师，我们上次其实谈话已经大概有1年的时间，到现在似乎也没有什么进度。对，老师你自己怎么看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记得上一次我们聊媒体改革的时候，我们好像得出一个结论说改革路是不容易嘛。然后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要再去检视他们过去做的那个议程，好像还真的是不容易。就是我记得是有其中的一个点，大家可能在那个委员会里面比较难达到的一个共识，就是说政府他们坚持说需要在这个委员会里面有少数的政府代表、执法单位的代表。这个也是很多其他的委员，包括从新闻从业员、学者也好，他们都积极反对的。因为就是说，当你想要解放你的权利，让新闻从业员甚至是公民社会自己去处理自己的这个媒体的议题的时候，我为什么还要你成为这个列席在我们每一个会议里面？所以而且他们另外一个
不断再去协商的，就是说你有些恶法你还没有废除，那你如果没有废除这些恶法的时候呢，我们成立这个委员会是名存实亡的一个现况。对，所以可能就是卡在这边。对，其实我当初我在听到说要至少占据2位的这个委员的席位的时候，我是心里面翻了无数的白眼啊。但是必须要承认的就是说，包括像美国，它在这个新闻自由排行榜当中，它也倒退了啊。我们曾经把美国当作是这个民主跟自由的一个灯塔，但是这个灯塔它也是像老师讲的跳 Tango 一样，就是它进2步退几步，进2步退几步。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人民还有媒体的监督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持续的发声，持续的督促啦。对，要不然的话，真的它是会退步的。各位，对对，不是说今天我们换了政府，换了一批领导人，然后它就会自然的往前走。我觉得。老师，你认同吗？我们还有蛮漫长的一条路要走的。我觉得在当初我们刚换了政府之后，我感觉到大家有一点松懈了，包括乐听人也好，人民也好，公民社会也好，因为可能当时候大家有一点点就是燃起新希望的那个感觉。当然，刚才如你所说的，也因为这样子，大家对这个当今政府是期望是非常高的，那期望高，失望也很高。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给大家上了一个宝贵的一课，也不是说我们换了政府事情就解决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其他的欧美国家，他们换了政府可能更多问题需要去解决，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演进过程是我们必须要一起去经历的。那可能搞不好说，可能在10年后、20年后，当我们马来西亚习惯了这样的一个政权交替的时候，大家就可能会一视同仁，不管是西蒙也好，国盟也好，不管是谁执政，大家就不会那么松懈了。了解，是不要忘记，其实你还有你手中的一票，如果他们不来付诸他们的承诺的话呢，你就可以用你手中的一票来告诉他们啊，对，要付诸实行你的承诺。好，最后其实老师，你在持续的在推进这个推广媒体识读啊，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大家可以怎么样子来协助或者是来参与您这样子的一个推动呢？我们目前其实马来西亚有一个联盟，那这个联盟也结合了几个大学的讲师，媒体系讲师、新闻系讲师，也有一些专业的就是审核真假新闻的这个科技人员。也有民间组织，也有一些 NGO。那我们这个联盟其实还在发展的初期。那我们时不时会一起出来开会，然后大家就在谈说，我们当然有资源共享，甚至有和 Google 合作，因为 Google 他们会就是介绍我们一些很简单运用的一些道具，甚至是一些他们 Google 的产品，让我们很容易的去比如说很简单的，我们可以用 Google Lens 做一个 image search 去看说到底这个照片是真的还是假的，会进行修片过吗还是怎么样。最近开始学 deepfake 就是 AI 这样的一个东西，很多时候我听过一个案例，就是有些人你跟他说这个影片是假的，这个影片是 AI 的声音，他们都不相信，他们还是停留在说这怎么可能是机器的声音，它听起来就是一个人类的声音啊。但是当我们用 deepfake 的科技去制造那个影片给他看的时候，他还说原来就是可以去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就很容易有一个习惯。那也是我们媒体识读工作坊和培训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当你每一次在荧幕上看到的资讯、内容、影片、照片，你有没有第一时间去质疑它？我们很常会看到说诈骗集团为什么那么容易得逞，就是我们很容易去相信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东西，甚至接个电话我们就相信对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你有没有批判的那个习惯，你有没有那个习惯去质疑你眼前所看到的东西，这样。了解，我还是非常佩服老师你现在在做的这个推广的工作啊。我只是我们联盟的其中一个代言人而已，其实还有很多老师也在努力的在做这样的一个东西。是，
对，但是我看到老师真的是非常的积极啊，心里真的还是非常的佩服。谢谢对，那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请老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希望我们下次的讨论可以再往前啦啊！我们今天如果在聊那个媒体改革的部分的话，感觉上是停滞不前的。对，希望下次是有一些进度了。好，谢谢老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谢谢大家。对，今天我们讨论的关于这个马来西亚的中文报的这个曾经的历史，也就是报商的这件事情，以及我们的整个的媒体改革，我们今天的内容是否也有触动你呢？你是否有一些话想要告诉我们的，都欢迎你可以在下面给我们留言。正在 YouTube 收看的观众呢，欢迎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所有财经的最新影片。我们下次见。